故事背景发生在2075年，地球的生态环境急剧恶化，每年的平均降水量持续下滑，导致海平面不断下降。全球各地的饮用水均受到了影响，海水淡化工厂的承载能力有限，人们被迫饮用了受污染的水源。紧接着，各种感染疾病接踵而来。据相关部门预测，水资源将在10年内减少40%。人类开始在太空中寻找水源，却一无所获。政府为了控制水资源，设立了饮水等级制度，个人等级越高，得到的净水就越多，这也引起了普通民众的不满。他们希望水源能够平等分配。这天，宇宙航空局的科长老金火急火燎地来到了生存环境研究所，找到了天体生物学家小宋。可他如今变成了一名动物行为专家。小宋不但拥有聪明的大脑，还有超强的记忆力，他能够清楚地记得5年前科长近况的颜色。金科长这次前来拜访，是为了邀请小宋参加一项特殊的任务。小宋本想拒绝他的邀请，可当金科长说出任务是前往月球上的渤海基地时，小宋一下子来了兴趣。原来在5年前，他的姐姐和所有队员在渤海基地中意外丧命，而作为补偿，崔局长给了小宋一张特权卡，让他在后半辈子不用再担心吃水的问题。因为渤海基地的辐射外泄事件，政府决定将基地永久关闭，而小队的任务便是在基地被关停前，将遗留在基地内的样本带回地球。登陆月球之后，他们只有24小时的时间。金科长还告诉他们，样本胶囊必须要在低温下平稳运送，不能有半点的差错。小宋想要知道样本的具体情况，可宇航局对样本的信息也一无所知，这也正是他们请小宋来的原因。本次任务由韩队长负责指挥，小宋则负责与样本相关的工作。黄次长作为基地初期的成员，这次他以顾问的身份参与本次任务。随后，小队来到了发射场地，所有人蓄势待发。可奇怪的是，他们临时替换了副驾驶，这个人看起来一脸轻松的样子，还顺手递给了小宋一袋糖果。5分钟后，火箭开始升空，离开了这颗濒临毁灭的星球。没过多久，飞船抵达了月球上空。因为受到陨石雨的影响，小队在2个小时内无法与航天局取得联系，他们只能等通讯恢复后再进入登陆轨道。可没过多久，船体外部发生了剧烈的抖动，导致登陆舱的固定装置变得极不稳定，距离恢复通讯还有20分钟的时间。可再这样持续下去，登陆舱的引擎将会报废。关键时刻，队长选择让登陆舱提前脱离火箭，可好巧不巧，登陆舱的引擎无法成功点火，全员只能系好安全带，做好了撞击的准备。登陆舱的降落位置非常尴尬，船舱悬挂在了悬崖边上，而且船体还在不断下滑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箱子突然从上方坠落，砸破了船舱的玻璃，强烈的气流瞬间涌入船舱，小宋不小心掉了下去。好在韩队长及时跟上，成功救下了他。卫星通信系统全部摔坏，他们和宇航局完全断开了联系，现在他们只能靠自己了。可距离渤海基地还有7公里的路程，看来他们要在24小时内完成任务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与此同时，登陆舱也坠下了崖底，小队中唯一熟悉基地的黄次长也在登陆时摔断了肋骨，再加上呼吸急促的原因，他很快便领了盒饭。可众人来不及伤心，为了尽快完成任务，他们只能将黄次长留在了那里。小队一路小跑，他们在氧气即将耗尽的前1秒，终于来到了渤海基地，并成功打开了锈迹斑斑的舱门。众人立即给生命支持系统补充了电力，也将基地内的环境改成了地球的重力。可他们还没走多远，突然发现了一具雇佣兵的尸体。更奇怪的是，死者的身上有粘液状的泡泡，这说明他是被淹死的。可在这干枯的月球基地中，怎么可能会出现足够淹死人的水呢？金科长也在出发前说过，这里发生了一场辐射泄漏，可现在却一切正常。如果宇航局提供的信息不可靠，那么5年前基地成员遇难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导致的？小宋提议先对尸体进行解剖，从而找出背后的真相。可队长却坚持要先完成任务。来到控制室后，他们重新打开了动力系统，渤海基地再次运作了起来。可他们还是无法和宇航局取得联系。还好基地内的生存数值十分良好，也就是说，他们不用再戴笨重的头盔了。紧接着，他们打开了空气净化系统，让基地内的环境更加的纯净。众人也终于放下了悬着的心。他们打开了基地的蓝图，红色区域代表只有1级权限才能进去，但并未标明具体的信息。可能之前的基地成员也并不知道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。更奇怪的是，此前宇航局所说的污染区域，基本都是1级管制区，这难道只是巧合而已吗？小宋利用自己超强的记忆力，成功找到了前往储藏室的路线。队长决定分头行动，一旦发现胶囊，就立即确认温度调节装置，如果调节器显示红灯，就绝对不能碰，要在第一时间联系宋博士来处理。小宋询问秀灿后得知，每一位基地成员的体内都提前植入了芯片，他想利用中央控制系统，以此来确认尸体身份的位置。很明显，他想找到姐姐的尸体，不过系统因为年久失修，识别芯片功能暂时无法启用。但他并未将姐姐的事告诉秀灿。小队立即抓紧时间，分头寻找胶囊。在寻找的过程中，有人发现了一些奇怪的图案，小宋则发现了一条诡异的通道。与此同时，他想起了黄次长和他说过的话。
韩队长他们撬开了一道紧闭的舱门，门后面全是基地成员的尸体。通过分析后发现，他们在死前有过剧烈的挣扎，似乎是想逃离这里。可宇航局的报告说，所有人在区域被封闭前就死亡了，但根据现场的情况来看，他们全都死于溺水。事情越来越让人捉摸不透。没过多久，2个小分队同时打开了1、2号储藏室的舱门，但储藏室内有被搜过的痕迹，他们并未找到完整的胶囊。而小宋他们这边刚刚抵达3号储藏室，他们就意外发现了一个未知生物的信号。难道基地中还有其他活人存在吗？就在这时，李奇突然怂恿小宋前往控制室，让他想办法重启芯片的身份识别功能。小宋没有多想，立即飞奔前往中央控制室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一切都是李奇的阴谋。而另一边，秀灿不小心触动了尸体，体内散发出细微的粉末，瞬间飞进了他的眼睛里。李奇则独自打开了3号储存室，他不小心将手电弄到了桌子底下。正当他俯下身去捡起手电时，一个未知的生物将手电挪动了一下。另一边的秀灿精神开始出现恍惚，紧接着从他耳朵里莫名流出了一股清水。小宋一路狂奔来到了医务室，可这里的舱门紧闭，门缝中还存留着斑斑血迹。就在这时，队员告诉他李奇意外失踪，而且他来到了未知生物的信号位置，却发现信号的位置有偏差。他让小宋先和李奇会合，最好不要单独行动。小宋只好原路返回，而李奇这边却独自来到了一间储存室，他还意外找到了一瓶完好的胶囊。小宋也在这个时候赶到了这里，紧接着他看到了恐怖的一幕，李奇突然被不明生物袭击，当场就领了盒饭。洪医生检查尸体后发现，他的全身多处骨折，根据现场的情况来看，他即便是从天花板上坠落，也不可能造成这种程度的伤。李奇意外死亡，小宋擅自离队，这不禁让队友将矛头指向了他。队长随即查看了小宋的记录仪，记录画面显示，一个黑影从李奇手中拿走了完好的胶囊，这一切更是让人无法理解。随后，他们在柜子后边发现了一个通风口，看来那个生物就是从这里逃走的，并且他带走了那瓶胶囊，说明他有价值认知能力，也很有可能是人类所为。可他为什么不攻击小宋呢？同伴们的意外死亡让队员们开始焦躁起来，而秀灿却安静地呆坐在一旁，身体还在不停地抽搐着。队友发现了不对劲，凑过来一看，竟然发生了诡异的一幕。大量的水从秀灿的嘴里喷涌而出，队长他们收到消息后也立即赶到了这里。洪医生让他们尽快穿上防护服，并立即对秀灿进行了抢救。可为时已晚，秀灿的身体完全被水渗透，就连抽出来的血液也变成了清水。3名队员接连死去，这让他们变得不知所措。队长只能一边安慰着队友，一边给他们进行分工。洪医生和小宋负责解剖尸体，从而找出背后的真相。队长则带着几名队友去追踪那个未知生物。几人顺着通风管道继续深入，他们又在里面发现了诡异的图案。可没走多远，通道被闸门封死，只有1级成员才有打开的权限，没人知道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。他们只能先行返回控制室。小宋找到了基地成员的尸体，采集了样本，进行比对后发现，秀灿和他们的死法完全一致。洪医生经过解剖后发现，水是从秀灿的体内漫出来的，他的5脏6腑被水渗透，也就是说，水充斥了他的整个身体，但体内没有任何感染的迹象。这一大堆水到底是怎么来的？这让众人摸不着头脑。就在这时，洪医生意外地发现，从秀灿体内取出来的液体竟然分离出了2种成分，没人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东西。他们一直联系不上地球，工程师分析后发现，通讯塔的数据处理器发生了故障，必须派人到基地外部更换装置，自己则留在控制室内更改协议。可基地的电梯早已损坏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没人敢愿意去冒这个险。无奈之下，队长只好亲自上阵。在出发前，小宋找到了队长，他认为那个生物并不想伤害自己，而他攻击李奇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侵犯了别人的领地，而且他可以利用通风口快速移动，总是比他们快一步，说明他对内部结构非常熟悉，很有可能是基地的幸存者，因为他只要好好利用这里的物资，完全有可能在5年内活下来。可队长否定了小宋的猜想，他带着另外2名队员来到了电梯口，他望着阴暗的渤海大峡谷，让自己想起了地球上的女儿。原来他的女儿早已被病毒感染，想要恢复正常，必须要饮用更高级的水，这也是他参加这次任务的原因。这是一场极度危险的挑战，他仅凭一条绳索要降到100米高的基地根部，可在下降的过程中，原本故障的电梯突然启动，正在高速向他袭来。好在队长及时躲避了电梯，可下一秒，电梯又从上方脱落。在这生死时刻，队长挂紧绳索，纵身一跃，成功躲过了一劫。可他也因此消耗了大量的氧气。当他来到修复通讯的地方时，氧气已经严重不足，必须要在1分钟内回来补充氧气。可队长不听众人的劝告，他执意要进行修复工作，最终成功完成了任务，但他也因为缺氧昏死了过去。好在同伴们及时赶到，把队长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通讯系统恢复了正常，但还是无法与地球取得联系。就在这时，系统检测到了从基地外传来的未知讯号，而讯号的接收点正是李奇死去的3号储藏室。众人立刻动身前去查看，可他们并未发现任何的异常，却在李奇身上发现了一个通讯器。原来李奇是在替某个神秘组织卖命，而这种老款的通讯器
是 RX 公司一直在使用的产品。队长立刻让工程师使用通讯器，尝试着与崔局长取得联系。没过多久，通讯终于连接成功。队长将李奇的间谍身份告诉了崔局长，而同意临时更换副驾驶的人就是他。队长怀疑崔局长和李奇的关系，可局长坚称自己并不知晓间谍的身份。紧接着他又向局长汇报，袭击他们的人可能是基地的幸存者，可听到有幸存者却反应不大，似乎他早就知道了这一切。队长逼迫崔局长说出背后的真相，局长则信誓旦旦地说自己并不清楚基地内的情况，也不相信幸存者的存在。他利用队长女儿的病情，点醒队长务必要阻止样本被抢走，阻止样本外泄比带回样本更加重要。为了让他们尽快完成任务，局长将1级密码交给了队长。通话结束后，队长将救援飞船延迟的事情告诉了大家，当下最重要的是优先找到样本。这时，有的队员就不乐意了，认为这是崔局长故意延迟救援时间，从而要挟他们继续替他卖命。与此同时，小宋突然想到了感染病毒的来源，他割开了自己的手，血液与样本融合，竟然发生了离奇的现象。原来样本遇到鲜血便会不停地增生，这也正是秀灿死亡的原因。直到宿主停止呼吸，样本才会停止增生。小宋来到控制室质问队长，问他是否一开始就知道样本背后的真相。队长只好将事情告诉了大家。原来他们早在月球上发现了月水，他们认为只要把月水带回地球，就能拯救全人类。而第一个发现月水的人就是小宋的姐姐。그게 가능하다면 그렇게 돼야죠. 언니도 그랬어요. 随后，小宋单独找队长商量对策。月水背后隐藏着太多的秘密，但宇航局向他们隐瞒了月水无限增生的特质，这也正是5年前渤海基地团灭的原因。当务之急，他们必须要进入1级权限的数据库，从而掌握更多关于月水的信息。小宋带着队长来到了数据库，队长利用1级密码成功打开了舱门，这里果然有着一个庞大的数据库。就在这时，队长无意间踩到了一株绿植，旁边还有一道密室的开关。两人打开一看，发现底下全是密密麻麻的绿植。原来在5年前，小宋曾收到过姐姐的神秘邮件，他暗示小宋去寻找露娜，而黄次长也告诉过他，露娜便是渤海基地的数据库。数据库底下种植着一大片绿植，这把所有人都惊呆了。队员下去查看后发现，这里不仅有大片绿植，还意外发现了藏有月水样本的储藏室。月水的质量果然不可估量，地上破碎的一小瓶样本竟然养活了大量的绿植。只要他们把样本带回地球，并成功控制月水，他们就能拯救地球。就在收集样本的过程中，队长发现了异常，他总感觉有人在监视着他们。这是一个速度极快的小女孩，她快如闪电，队员的手臂瞬间被扯了下来，瑟瑟发抖的小胖举枪打中了女孩，月水样本被摔破，小女孩也成功逃脱。眼看月水很快便会大量增生，众人只好带着样本迅速撤离。在混战中，1名队友不幸身亡，还有1名队员重伤昏迷不醒。小宋利用自己的动物行为学知识，分析出了小女孩的行为，她是在守护月水不被偷走。队长再次和老崔建立了通讯，他看到小队拿到了月水，终于松了口气。他承诺会立即派人前来支援，但是在此之前，哪怕击杀小女孩，也要保住月水。队长质疑小女孩的身份是幸存者，可老崔却回答道：“그 정체가 뭐든 한 대장 임무가 달라지나요?” 通讯结束后，崔局长这边却出现了他和小女孩的合照，这背后肯定另有隐情。队长准备带人去抓捕小女孩，小宋则要求回到数据库获取研究月水的详细资料，从而解开背后隐藏的真相。无奈之下，队长同意让洪医生和他一同前往。两人来到了数据库，可经过调取后发现，关于月水的资料竟然是空白的。很明显，这是有人故意抹除了信息。与此同时，工程师也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，他竟然也是 RX 公司的间谍。除了拿回月水以外，他的任务便是除掉所有队员。可当他准备取走月水时，正好被洪医生和小宋撞见。他谎称是为了安全起见，要把月水带到控制室。小宋察觉到了不对劲，因为队长并没有通知他转移月水，而且任何有关样本的事情都由自己来负责。工程师眼看就要被识破，他准备杀掉两人。可就在这时，小女孩突然出现在了门外。小宋立即通知队长他们回来，并示意他们不要轻举妄动。他试图想要取得小女孩的信任。小宋将月水缓缓放到了桌上，而小女孩也出奇的安静。就在这时，小宋注意到了她身上的名牌，竟然是姐姐的名字。可小女孩在拿到样本的同时，工程师开枪打碎了样本。但奇怪的是，月水在小女孩的身上并没有发生变异，反而帮她迅速愈合了伤口。众人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小女孩便从通风口迅速逃离。事后，队长问小宋为何要冒险接近小女孩，小宋告诉队长，他只是想让小女孩明白自己并无恶意。他还要求所有人不要伤害小女孩。既然她的身体适应了月水，说明她解开了月水的秘密，这或许会是全人类的希望。随后，队长通过保密频道联系了金科长，他试图想要问出渤海基地更多的信息，可金科长却让队长和小宋谈一谈，那里有他想要的答案。小宋告诉队长，他认为是姐姐删掉了关于月水的资料，他或许是不希望月水造成更多的伤亡。既然小女孩对月水感兴趣，队长决定利用月水样本诱惑小女孩上钩，然后活捉她。而另一边，工程师用通讯器和 RX 公司的人通话，他们把小女孩也加入到了交易当中。接着他取走了月水样本，
结果受伤的队友早就醒了。他听到了工程师的阴谋，等工程师离开后，他准备通知队长他们，没想到工程师突然返回来，直接让他领了盒饭。队长和小宋这边成功利用月水捕捉到了小女孩，她的脚被闸门死死压住，小宋不忍心看她受苦，一把抱住了小女孩。与此同时，他看到女孩脖子上有露娜073的标识，队长却趁机麻醉了露娜。另一边，洪医生发现月水样本被人取走，同时还在低温箱里找到了队友的尸体，他立即将事情通知了队长。而工程师提着样本来到了控制室，他关闭了所有的通道，基地内瞬间乱作一团，而露娜也克服了麻醉药，成功逃走。闸门将小宋关在了里面，他不听队长的劝阻，独自一人跟上了露娜。小宋跟着他来到了一个房间内，这里应该是露娜的住处。从窗外远远看去，可以看到地球的样貌。他在柜子里找到了瑟瑟发抖的露娜，并利用自己的动物行为学技能，成功取得了露娜的信任。而且这里曾是姐姐的宿舍。紧接着，小宋找到了一个硬盘，原来小宋的姐姐就是月水的开发者。他们先是用生物做测试，接着又拿克隆体做实验。露娜便是唯一能够适应月水的73号克隆体。确切的来说，露娜就是姐姐的基因克隆体。队员接连不断的死去，队长开始怀疑是工程师杀了同伴，他决定回去查看情况，并让老哥继续寻找小宋和露娜。在回控制室的路上，队长遇到了洪医生，他们发现了存放克隆体的仓库，两人被吓得不知所措。与此同时，回到主控室的小胖被工程师偷袭，连中数枪的小胖拿出了一瓶月水威胁工程师，可已经杀红了眼的工程师随即又补了几枪，小胖手中的月水被摔碎，流出的月水接触到了小胖，工程师便立刻锁上了门，将小胖关在了里面。没过多久，小胖的嘴里喷出了大量的水。紧接着，工程师打开了保存月水的储存库，无限增生的月水即将淹没整个基地。与此同时，队长和洪医生也回到了主控室，他们看到了死去的小胖，可他们来不及伤心。队长重新打开了基地的闸门，他让洪医生去研究室等候，自己则去追捕工程师。另一边的工程师正提着月水四处寻找露娜，而老哥也在这个时候找到了小宋他们。露娜欲要动手，却被小宋挡在了身后。与此同时，队长通知老哥，工程师正朝他们走去，并命令他不要射杀露娜。他让三人立刻前往研究室和洪医生会合。当工程师赶来时，三人早已不见了踪影，反而被队长逮了个正着。一番交手过后，队长控制住了工程师，他质问对方为何要这么做，可工程师却回答说：“你根本不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。”这时，通讯器收到了信息，队长一分神被对方偷袭。两人同时拔枪，再次陷入了僵局。可就在这时，月水从管道的缝隙中渗出，形成了一道水墙，工程师最终落荒而逃。与此同时，月水顺着通风管道泄露到了基地外部，低温瞬间将月水冻住。小宋在逃跑途中不小心让月水滴在了脸上。来到研究室后，小宋将渤海基地的秘密告诉了两人。当年关闭渤海基地便是为了防止信息外泄，以免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。红姐一听便急了，就算他们活着回到地球，也很有可能会被灭口。而崔局长选择小宋的原因，是因为他姐姐是月水项目的首席研究员，为了维护姐姐的名誉，哪怕小宋发现了真相，也不会说出去。就在这时，队长也回到了研究室，他通知大家立即撤出基地，因为很快便会有大量的月水涌出。这时，小宋的身体也开始变异，视线逐渐变得模糊，他意识到自己被月水感染了。为了同伴们着想，小宋迅速将自己隔离了起来，他开始疯狂的吐水，渐渐失去了知觉。可画面一转，小宋又活了下来，原来他被露娜咬了一口，可能是露娜的突变基因救了小宋一命，但也不排除小宋本身就是抗体的可能性。他们联系上了金科长，他告诉众人，救援船进入了登陆轨道。与此同时，他们还发现另一艘飞船也进入了轨道，应该是 RX 公司前来接应工程师的。小宋问老金，如果把露娜带回地球会怎么样？老金告诉他，露娜会被关在实验室里，重复渤海基地中的实验。小宋认为这样很危险，很有可能会让地球陷入危险之中，而且露娜一辈子都会沦为研究工具。小宋决定不再返回地球，他打算将露娜带去绝对中立的国际宇宙研究室，这样露娜和月水就不再属于任何国家。可队长却想将月水带回韩国，只有这样他才能救自己的女儿。作为一个父亲，他别无选择。可就在这时，露娜听到了月水正向他们袭来，众人只好迅速跟上露娜逃命。可好巧不巧，他们又碰到了工程师，被月水感染的他开始神经错乱。他说出了5年前的真相，当年基地发生月水泄漏，他就是被派来的雇佣兵之一。可他们并不是来救援的，而是为了杀人灭口。政府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救任何人。眼看月水就要来袭，老哥瞬间开枪和工程师互拼，虽然放倒了工程师，但自己也中了一枪。老哥最终留在了基地中。更可怕的是，由于基地系统故障，必须留下一个人来手动关闭闸门，否则没人能够活着离开这里。队长最终选择了牺牲自己。在女儿面前，他是一个合格的父亲；在队友面前，他更是一个称职的队长。最后，小宋和洪医生带着露娜逃出了基地，可露娜却脱下了宇航服，她光着脚丫漫步在月球上。原来露娜不仅适应了月水，也适应了月球的环境。她缓缓走到了队长面前，并将他送给自己的徽章递给了队长。在弥留之际，队长看着女儿送给他的贴画，随着一珠泪水闭上了双眼。与此同时，救援飞船也赶到了这里。寂静之海第1季到此结束。如果还有第2季，露娜的命运究竟会怎样？小宋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？